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蝶，好久没有坐下来跟大家聊天了。那这期视频呢，就系统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毕业之后的情况，从实习到秋招，再到正式入职工作，主要是一些现状分享，穿插着我的一些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首先呢，要说一下我的基础情况，我呢是97年出生的贵州人。最近刚落户上海，我爸妈呢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来上海打工了，直到现在，所以我小学是在上海念的。因为呢我又没有上海户口，所以没有办法异地高考，我就回到了老家乡下去念了初中，然后到了老家的市里面去读了高中。2016年的9月入学了北京大学，2020年的7月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3个月之后，2020年的9月，我入学了上海交通大学。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我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也就是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3年多了，从上海交大毕业半年多。我的硕士研究生是2年半的学制，所以我是3月份毕业的，到现在工作已经有8个多月了。然后我先简介一下我的现状，用一句话去概括。我现在就职于某大厂，岗位是运营，我跟男朋友一起合租，目前在上海。然后我详细的分享一下从学生到打工人是如何转变的，这2个状态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我又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衔接阶段的。可能大家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希望我所经历的那些挣扎、痛苦和成长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力量吧。接下来讲一下实习。没有实习找不到工作，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吧。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的本科专业是中文，硕士专业是新闻。我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手上只有2份实习，而且还是同一个媒体的不同岗位的实习。如果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手上拿着这2份实习，我真的不敢想象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还好我读了一个研究生，缓了缓，虽然现在也不确定读个研究生缓一缓，过几年再找工作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已经无法判断了。因为现在找工作是1年比1年难。对，反正就是还是读了个研究生，因为本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想要干嘛，找工作这种事情完全没概念，实习也不是特别多，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关于要踏入社会这件事情也是一脸懵逼。然后我研一1整年就都待在学校里，因为当时正处于一个我不知道要读博还是要工作的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下，所以就是纠结、迷茫，想不清楚自己要干嘛，然后就是一个2头都没做好的状态， like 实习也没找，论文也没发，就很尴尬。然后到研2的上学期期末，我的对象开始催我找实习，我不知道到哪个阶段该找实习，所以我感觉我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后面要讲的很多点都是反面例子，我就是想讲一个真实的状态给大家听，不要学我。 OK， 他督促我找互联网公司的实习，我在当下找实习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互联网公司是干嘛的，是什么概念，具体是要做什么的，就是我前期的工作其实做的不好，不了解。那因为我对象他是在互联网公司就职的，所以他建议我可以尝试一下，并且我知道很多学长学姐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所以说这是一条前人都走过的路，所以我就去试试看。我态度很不端正的第2个表现来了。第一个态度不端正的表现是我对即将要面临的就业市场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没有相关的信息，没有充足的信息。第2个态度不端正的表现在我就只投了3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互联网大厂的实习岗位，一个厂可能就投了1-2个岗，我就只拿到了1个面试机会。面试了2-3轮之后，结果当然是被拒掉。被拒呢，我当然是非常难过，哭得很伤心。哭完之后还没结束，开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哪方面都非常差，开始反思面试的时候到底说错了什么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整体的否定自己。后来清醒之后觉得我当然是应该被拒掉的，因为又没有相关的实习经历。我面试的是一个 B 端的产品运营岗位，但对于这些我
相关知识一点都没有。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之后，就是我被拒了1周之后， HR 通知我去实习。当下我是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的，我是觉得这 HR 是在 PUA 我吗？先是拒绝我，然后让我痛苦1个星期之后又让我去实习。当时也没想太多，只是很开心拿到了这个实习，虽然很曲折，但是结果是好的。后来我了解到，应该是有一个实习生放弃了 offer， 所以顺延到了我。可以说就是一个上天在眷顾我。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份互联网公司实习的面试和拿 offer 的经历。那2022年的1月5号，我就开始了互联网公司的实习。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走进互联网公司，新鲜的感觉，就那个场景、那个气味、那个温度。然后因为是1月份冬天，公司的暖气很足，有点闷，有点热。然后我作为一个新入职的实习生，我的脸很红。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份实习我就做了1年多，有几个原因。首先2022年一整年都是非常混乱，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居家办公，我从心理上没力气去找下一份实习。我承认我懒，但也不全是我懒，可能经历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其次是呢，入职之后我了解到这份实习有转正的可能性，实习时间半年以上是一个硬性要求。我当时就想说，我先做个半年，把这个硬性要求达到，然后就做了半年，然后就转正答辩了，然后就1年了。然后第3点呢是团队的氛围不错，团队的 leader 是女性，我的 mentor 也是女性，我还蛮喜欢的。第4点，工作内容我说不上喜欢，但是也没有那么讨厌，是一种很暧昧的，让我没有办法很决绝的放弃离开的一个状态。最后就是想说，找工作很难我是想在秋招之前尽可能的先拿一个实习转正的 offer， 让秋招的时候能够少一些压力，少一些焦虑吧。对，综合以上几点呢，我这份实习做了1年多，然后时间线就来到了秋招。我坚持做这么长时间的实习，拿一个实习转正的 offer， 事实证明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是1月份入职的实习，8月份我拿到了实习转正的 offer，是一个口头的 offer， 正式的 offer 要到后面才会拿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心里有一点底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态度不端正了。你在有 offer 的情况下参加秋招，和你完全没有 offer 的情况下参加秋招，两个表现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有一个 offer 在手上了，所以我就只投了几家公司，想回去骂自己。只拿到了1个面试机会，然后面了几轮之后挂了。挂了之后呢，历史是似曾相识的，我还是开始了自我怀疑，然后这份自我怀疑呢，不断的侵蚀我的状态，让我不想要再去秋招里面摸爬滚打了。后面就集中写毕业论文，我就没有再投简历了。很典型的反例，大家不要学我。所以我的秋招就是颗粒无收。那当然了，实习转正的 offer 也不是说拿了就很好，万无一失，或者是没有什么困扰。如果你秋招找到工作，一般入职时间会定在你毕业之后，也就是比如说你今年10月份找了工作，你明年的3月、4月、5月、6月入职都可以。如果是3月份毕业的话你的入职时间是我可以往第2年推的。我实习转正拿 offer 的话，我就是无缝衔接。OK， 我今年8月份拿到了实习转正的 offer， 我今年9月、10月、11、12到明年1、2、3都要实习。我好像就是提前大半年进入了一个打工人的状态，就是我如果想休息的话就要请假，我没有最后一个寒假，就是需要有一些取舍的。当时看到同学可能拿到了 offer，要第2年才入职，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休息，我真的非常非常羡慕。我今年2月份去巴厘岛，有时间去巴厘岛玩，也是我要请假，
要请假才能去。但也不是说强制你在转正之后和毕业之前这段时间一定要实习。我这个人就会觉得，部门或者公司让你在这个时间点转正了，说明他们需要你，说明他们需要你，你就接着工作吧，你就接着实习吧。也不好意思说我实习先离职啊，我等毕业之后我再正式入职，这么一大段时间的空缺，他们何不重新再找一个人要等你呢？那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就一直实习到毕业。当然我写论文那段时间有点紧张，也请过2次比较长时间的假。我的 mentor 是位女性，所以她非常体谅我，感谢。团队女性多真的很好。秋招结束，转身投入毕业论文。去年的9月、10月、11、12月，基本上兼顾实习和论文吧。那段时间挺崩溃的，有一次很大的情绪波动。差不多跨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阳了，身体非常的难受，很痛苦，然后我又心里也很脆弱，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一直要实习到毕业，我毕业之前没有毕业旅行，我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很早就投入工作，我很痛苦，我就是想这件事情，然后就崩溃了。我当时甚至想说我要放弃这个 offer， 我要获得自由时间，自由的寒假。后来清醒过来呢，就做了一个决定，是请1个月的假，就是放松一下，出去玩一玩，回来继续实习。时间线来到了今年2023年的3月底，我正式毕业，那我就正式入职啦。我一直在这个部门同一个岗位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正式入职的时候，我已经实习了1年零3个多月了，好厉害啊！我算了一下，有400多天哦。我是3月底入职的，9月底我就过了试用期，试用期为期半年。从3月底到现在啊，我对于工作的看法有了很多的改变，我对于工作上给我的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有很大的增加，也就是压力耐受度有所提高。我感觉我实习的1年多，我都是处在一个很单纯的实习生的思维里，直到工作上有一些变化，我开始成长，我开始改变。虽然这个改变、成长、接受现实的过程是很痛苦的，虽然我可能变成了以前我讨厌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我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担心如果我不做这个改变，我会抑郁，我会生病，我会很痛苦，所以我只能去改变，我只能去顺应，麻木说服我自己，我才能坚持下来啊。这样说起来比较抽象，朋友们，因为我不能举非常具体的例子跟大家来讲我是怎么样去经历，怎么样去度过那些难过的时光的，因为讲了具体的事情就是不太好。尤其是我正式工作之后，我会非常怀念上学的时光。大家可以看到我上学的时候更新视频频率更高，我在视频里的情绪也会更高， tension 更高，就是状态更好。这说明在学校里我还是比较自在的，相对来说是更快乐，时间更是自己的。上班之后现在想说要出去旅游，一定要等有假期的时候，国庆5一。但是以前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再连个不上课的周中时光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小长假， amazing， 就是想想都觉得很怀念那种很自由的时间，会非常精细的去计算自己的年假，根本不够用，朋友们，假期根本不够用。你人在公司的时候，你需要想着上班的事情，你下班了还需要为上班时候的消极状态去花更多的时间恢复。就你人回到家里了，你没有真正的下班，你心情还是很糟糕的。那你为了缓解糟糕的心情，你需要去做的那么多事情，这个时间都不属于自己。这个是我觉得上学和上班差别很大的一点，就是个人时间差别太大了。上班和上学第二点不同，我感觉意义感，因为在学校里
你上课，你不管去哪儿，感觉更多的是在输入，往你自己的内部去输入知识也好，输入新的东西。但上班，那它不是输出，我就是消耗。我觉得我拍视频，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我的经历和我的状态，是一种输出，我觉得有意义的输出。但是上班不是输出，上班是消耗我的能量，消耗我的时间，消耗我的精力。然后在学校里输入东西，会有觉得很有意义，我在往好的方向去成长和改变。上班的话，因为是消耗嘛，就是消耗，而且是无意义。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我未来做的那么多工作里面有没有让我觉得很有意义感。这两天还在跟小陈聊到说，他觉得我最近没有在抱怨我这份工作没有意义了。3月底正式入职之后，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真的很痛苦，每天都在接受变化。真的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毕业的这个动作，正式入职的这个动作，真的会有很多从毕业这件事情当中连带出来的事情，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去看待了，全心全意的面对工作。像我之前是可能边实习边学习，我更多的心思可能在学习上，因为我要毕业之后就是我只有工作。然后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除了给我带来一点工资。所以那段时间就很痛苦，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想我这工资怎么那么低。下一个话题呢是收入，先跟大家讲一下，是不能够公开说这个收入的数字的，如果我说了，我可能就会被开，这个是有先例的。网上搜一下互联网运营岗收入，跳出来的那个白菜价就是我的收入。那我现在只知道我的月收入啊，因为会有年终奖，我还没有入职到1年，年终奖可能明年才发，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年收入是多少。所以大家可能对互联网大厂有一些收入的偏见，当然肯定有很多人他拿的超高，也是我想象不到的那种高，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很高。说实话，我从一个小地方我考上了北大，然后我又读了个研究生来到上海，我从来没想过，可能是因为我太无知了，我对于这个市场就业市场对于这个社会了解不够，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工资这么低。但是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我只有一个 offer。 我毕业之后如果我不工作的话，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到大就走着既定道路成长起来的人，有点没办法接受。虽然我常常跟大家说我想要辞职，我想要干嘛干嘛，但是真让我那么做，我还是需要好好考虑的。所以就算拿着白菜价，我也还在做这份工作。然后我的生活现状呢，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下班之后有力气就去健身，基本上1周要健身2到3次。周末的话就会跟男朋友一起出去逛逛街，吃东西，看看演出，看看电影。这是我最近的生活现状，很少在家里做饭。就这么听下来的话，消费还是不低的。首先我们租房，然后又经常在外面吃东西，看电影看演出都需要花钱月光倒不至于，但是每个月能存下多少钱呢？我确实也没有在认真的算，但是回想了一下，我正式工作的这8个月，我真不觉得自己存了几个钱，所以不能回想，一回想就觉得这段时间又白干了。所以在这里工作不是长久之计。我觉得我已经很省了，我物欲已经很低了，我就那104件衣服，也没有怎么大买特买，也就是日常的吃吃喝喝，完了之后一点钱没存下来，这怎么办？因为要聊生活现状的话，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感情。我从北大毕业之后来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单身，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快3年了。从北大毕业之后呢，在联系的本科同学其实就那几个，会约出来吃饭的呢也可能就都在上海。到我正式工作之后，很少跟本科同学线下来往了，偶尔线上很偶尔的会
打招呼，朋友圈互动一下，也是很偶尔隔1-2个月会跟我的硕士同学见见面，在上海的。如果是在别的城市的同学，基本上很难见到了。平时工作日接触到的就都是公司的同事，很少会发展到周末还见面。这是我现在的交友情况，说的差不多了，又是一顿激情分享，也是让我作为一个反例，在找工作方面，在找实习方面，希望大家能尽量多投简历就多投，然后如果说面试失败，不要否定自己。好像也没有说真的给到大家什么很实用的经验，只是我的个人经历分享。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从北大、从交大毕业之后，我过得好不好？我其实自己心里有数，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判断的，因为我已经讲得蛮清楚了，我是怎么个毕业的，怎么个找工作的，现在怎么样。好，那你们觉得我过得怎么样呢？反正不管过得好不好，现在就只能先这样过了。我好像也是一个很难跳出舒适圈的人，我也会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不过需要时间嘛。我是97年的，我今年26岁，已经26岁了。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26岁的人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大人了，就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大人了。等我真的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结婚什么的离我太远了。我现在就只想玩耍，享受生活，看看电影，看看书，出去旅游，吃点好吃的。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些嘞。不知道大家今年找工作情况怎么样？反正去年还是挺难的。就最后祝大家不管是升学校还是找工作都顺顺利利的。就是你很心心念念的，你对他期望很高的一件事情，当你真的做到了，反而会觉得很空虚。要不然就平常心吧。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开开心心的，健康健康健康，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 vlog 再见，拜拜拜拜。